迎收看今天的野球特报。今天我们来深入聊聊底特律老虎队的台湾怪力男李浩宇。在台湾时间6月2号这场对战光芒队的比赛中，他真的展现了什么叫做不可替代性。没错，这场比赛对于老虎队来说真的太关键了。赛前他们处于4连败，战绩只有22胜38败，整支球队的氛围可以说掉到了冰点，甚至有点陷入绝境的味道。如果再输下去，胜率就要低于50%，达17场了。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数字。根据历史数据，要在这种开局下逆袭打进季后赛，几率低得吓人。而且对手光芒队又是全联盟主场战绩最强的球队之一，在这种高压环境下，李浩宇也必须为了站稳25人先发名单而努力表现。接下来我们会用进阶数据与进攻指标来分析李浩宇近期的手感趋势，以及 Gleyber Torres 这2天可能就会归队，还有下放选择权的李浩宇会被下放吗？没错。不过在深入分析之前，我想邀请还没订阅的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要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上片通知哦。如果想支持我们产出更多深入的分析，也超级欢迎加入频道会员。还有，跟大家分享，史蒂芬频道商店正式上线咯。现在就点开底下资讯栏的商品，或是影片结束后来商店逛逛，里面有我们精选的职人好物。带走喜欢的商品，就是给频道最实质的鼓励哦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聊聊李浩宇这场比赛的转捩点。他在4月中旬才被拉上大联盟，虽然在4月27号敲出生涯首轰，但之后却陷入了长达36天的全垒打荒。很多球迷开始担心他是不是撞到了所谓的新秀墙，但在6月1号这场比赛，他用实力粉碎了这些质疑。真的，尤其是6局上半那发反方向的阳春炮，当时面对的是光芒队的右投手 Martin， 那个打席李浩宇一开始其实非常不利。Martin 连续塞了2颗超过94英里的4缝线速球，第一球内角高，李浩宇挥空；第二球外角边缘被判好球，瞬间就陷入了0好2坏的绝对劣势。在这种0好2坏的情况下，大多数新秀可能会变得很焦躁，但李浩宇展现了超龄的稳定度。第3球 ，Martin 投出一颗不到80英里的曲球，试图破坏他的重心，结果李浩宇利用强大的手腕控制力，把球碰成界外。这个破坏非常关键，因为它让李浩宇的眼睛重新校准了球速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球种辨识能力。没错，接下来那一球就是重头戏了。Martin 想用一颗94.7英里的外角高位置速球来解决它。这种球最难打，因为你如果太用力拉打，通常会变成软弱的飞球。但李浩宇却选择顺着球势，保持肩膀闭锁，让球进到更深的位置才出棒。那个击球出速真的惊人，根据 Statcast 系统，竟然高达97.8英里，击球仰角是完美的33度，球直接飞过了右外野大墙，飞行距离361英尺。把95英里的外角球推成反方向全垒打，这代表他的动力链传导非常极致，完全没有打击死角。更可怕的是，李浩宇这场比赛的亮点不只是那支全垒打。4局上半，他面对 Jax， 虽然最后是个平飞球出局，但那一球的击球出速高达108英里，这已经是大联盟顶尖重炮手的标准了。在棒球的世界里，结果有时候看运气，但击球出速是不会骗人的，这证明了他的击球品质正处于爆发期。而且他在8局上对 Saucer 也补上了1支安打，9局上对 Clevinger 则是缠斗的7个球。这整场比赛下来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全适应大联盟节奏的打者。不过，在我们分析他在防守端的表现前，我有一个数据问题想考考大家。你们知道李浩宇本季在2垒位置的出色击球率，也就是 barrel percentage， 在队内排在第几名吗？这跟他在教练团心中的地位可是息息相关的哦。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大家可以先在心里猜一个数字。在揭晓答案前，我们还要解析李浩宇在5局下半那个震撼全场的5星级美技防守，以及他目前的防守数据背后隐藏的意义。在进入防守分析前，我们先公布刚刚的问题答案。李浩宇本季的出色击球率 barrel percent
高达11.1%，这在老虎队阵中可是名列前茅的，甚至优于许多年轻大物，像是 McGonigal 的8.8%，还有 Wenceel Perez 的6.9%。这意味着他每10次击球就能产出一次完美的飞行仰角与初速组合。这个数据也解释了为什么教练团这么信任他。不过，除了打击，这场比赛他在5局下半的那个防守更是价值连城。当时光芒队击出一记强劲的滚地球，李浩宇展现了惊人的第一步启动速度，利用一个非常流畅的交叉步迅速缩小拦截距离，最后用一个滑接把球拦下来。那个滑接最难的地方在于接传转换，他在身体重心还在偏移的情况下，利用核心力量强行扭转身体，精准地把球传向一垒。虽然他在进阶防守数据 OAA 上面目前的数值是-3，排名在联盟后段，但我们必须考量到他这1个多月以来一直在2垒跟3垒之间频繁切换。确实，多守卫的切换对新秀来说是很巨大的挑战，容易影响判断。但他在场上展现出来的棒球智商跟预判能力，完全弥补了绝对速度或臂力的不足。他的传球臂力大约79英里，虽然不是雷射肩，但对于2垒手来说绰绰有余。他追求的是动作的流畅性跟效率，这对于投手来说非常有安定感。既然提到了守卫与角色，我们就不得不谈到目前的竞争压力。老虎队的主力游击手 Javier Baez 与2垒手 Gleyber Torres 之前都进了伤兵名单，这才给了李浩宇发挥的空间。但现在有个大问题， Gleyber Torres 最快明天就要归队了。这位3度入选明星赛、年薪高达2000多万美元的球星回来，势必会回到他原来2垒的位置。这就是残酷的现实。Gleyber Torres 在3A 的复健赛已经打完了，现在人就在球场。老虎队必须从目前的26人名单中清出一个位置，这让很多球迷担心，李浩宇虽然这场比赛打得这么好，会不会还是因为有小联盟选择权而被下放呢？这点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核心冲突点，是下放有潜力、手感正烫的李浩宇，还是要处理掉资深的工具人 Zach Short。Zach Short 本季的处境非常微妙。他今年已经在不同球队之间流浪，甚至被老虎队 DFA 过一次又签回来。他的优点是防守稳定，可以守多个位置，而且在休息室的人缘很好。可是 Short 的进攻端真的是蛮弱的，他本季的打击率只有1/2左右，生涯打击率也才1/69。在现代棒球越来越看重攻击产出的情况下，这种自动出局数对球队来说是很大的负担。相比之下，李浩宇的强击球比例有31.5%，预期长打率也远高于 Short。从球团高层的角度来看，老虎队正处于重建后的关键期。虽然目前战绩不佳，但他们需要的是像李浩宇这样具备大局制造能力的年轻核心。他在6月1号的表现，等于是在向管理层递交一份最强而有力的说服文件。你不可能把一个刚刚打出108英里击球初速，还敲出反方向全垒打的23岁新秀送回小联盟。我也这么认为，而且李浩宇对右投的打击率比对左投好，教练团完全可以利用这点进行排班，让他跟 Zach McKinstry 等人轮替。李浩宇在防守端的多功能性，现在反而成了他的护身符。他证明了自己不只是能填补空缺，而是能实质提升球队胜率的球员。所以我们的预测是，老虎队极大几率会选择 DFA Zach Short， 而让李浩宇继续留在名单中。毕竟在5月球队团队攻击指数不到 0.6 的惨状下，李浩宇的长打潜力是球队最需要的强心针。内发飞出墙外的全垒打不只是1/3英里那么远，更是他站稳底特律的黄金门票。看到他场上跟那些顶尖投手缠斗的样子，真的觉得很有希望。虽然三振率29.3%还有点偏高，但这就是新秀成长的学费。只要击球品质维持住，那些账面打击率迟早会校正回归。他目前的击球甜蜜点比例高达38.9%，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讯号。说到底，这场比赛就是李浩宇职业生涯的一个分水岭。他在攻守两端展现出来的韧性，特别是在0好2坏后的反击，这反映了一个球员的心理素质。底特律的球迷已经太久没有看到令人兴奋的年轻内野手了，李浩宇正好填补了这个期待。没错，
今天我们深入解构了李浩宇的数据与场上表现，希望能让大家更清楚他目前的处境与实力。他现在绝对不只是刚好在名单里，而是凭实力留下来。真的很期待他接下来的表现。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野球特报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，别忘了订阅、按赞并分享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